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零更新拆 CP 很下头，粉丝两极分化的态度是成年人和童话的分界线。与凤航大结局播出前夕，零更新被爆出恋情。一些 CP 粉嚷着零更新这种拆 CP 粉的行为很下头，然而在每条下头言论下，又有清醒的人提醒他们请把人物和作品分开。一、磕 CP 需理智，将角色与演员分开看待。小鱼一直都是属于很清醒和理智的类型，对于零更新和赵丽颖两位的 CP 我喜欢磕，但是剧里磕爱情，剧外更多的是磕他们的友情。两位作为当红明星，特别是赵丽颖，如今是一线大女主，还能够不怕外界质疑和非议，和之前合作过的男演员二搭，这一点让人佩服她的勇气和魄力。而在剧播出期间，两位演员以角色的身份大方互动，在剧外也带入角色为剧宣传，不刻意避嫌，大方且疯狂营业。我看到的是两位演员对作品、对角色的疯狂热爱。零更新与赵丽颖在剧中的默契与配合，剧外展现出的友情互动，是对角色的热情、对观众的尊重，展现的是他们的敬业精神。二、赵丽颖的演技与勇气，敢于去流量化，一心当好演员，所以两位演员让我非常欣赏。当然在这方面，因为赵丽颖的名气要更大一点，背着被骂爱炒 CP 的骂名，服务角色，这一点是我最喜欢赵丽颖的地方。从风吹半夏到第20条，小鱼眼中的赵丽颖是一位敢于去流量化，一心想当演员，当一个好演员的人，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。追与凤航是冲着欣赏赵丽颖的演技去的，当然也是因为《楚乔传》的遗憾，对零更新和赵丽颖的再次合作充满了期待。但是说实话，因为第20条里赵丽颖的演技发挥过于震撼和出色，所以在这部剧里，赵丽颖的演技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值，当然也和角色类型有很大的关系吧。三、零更新演技圈粉，行止角色塑造深入人心，但是零更新的演技在这部剧确实让人眼前一亮，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演员混子，这部剧也没对他演技抱有什么期望，没想到却被他的演技圈粉了。他所塑造的行止形象，宛如从书中走出的仙人，青山飘飘，风姿绰约，高大的身躯与剧中上古神的身份相得益彰，宛如天地间的支柱，让人仰望。有的人说这个角色人设很好，换个演员演也能够爆火，但是看完小说再看完电视剧，你会发现零更新的行止是不可替代的。零更新不仅在外形上与角色高度契合，更重要的是零更新的精湛演技。他成功地将行止的任性妄为、想摆脱自身枷锁、想为自己而活的个体与肩负3界安危、身不由己的上古神两种矛盾性格融为一体，展现出一个既想摆脱束缚、追求自由，又身负重大责任、无法随心所欲的复杂形象。这种矛盾与融合，为行止这一角色赋予了独特的灵魂和生命，让行止这个角色更加立体、丰满，让我们从一个更全面和立体的角度去理解、去欣赏这个角色。四、与凤航内核，大爱与牺牲精神令人动容。这部剧爱情线很出圈，但是每个人物的个人成长线才是这部剧的内核所在。他们为了大爱而舍弃小爱、搁置小爱的伟大和牺牲精神，才是最令人动容和值得我们铭记的。他们代表的是无数默默为我们付出的英雄们，为了我们的稳定生活和安全，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保护天下苍生。爱情只是与凤航里的一部分，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责任和使命才是这部剧最想传递给我们的思想吧。
剧里的行止和沈离明明对彼此有意，但是却一直清醒克制，这一点难道不是给观众做最好的表率吗？爱情需要理智和清醒，不仅恋爱双方需要，我们磕别人的爱情也同样如此。5. 清醒看待演员与角色，朋友关系更为长久可靠。林更新这些年的绯闻负面确实很多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行止这个人物的素质啊！而且感情生活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个人的私事，媒体的捕风捉影和见异性就是恋爱也迷惑了不少观众。我们在意演员的私德，但是不在意演员的私事，没有违反道德的情感，谁管他谈不谈恋爱啊？他不和这个谈，也不会和大家心目中的人谈啊。如果拍部剧谈个恋爱，那才是真正塌房吧。这部剧大部分磕行止和沈离的 CP， 但不妨碍也有小部分观众磕行止和幽兰的冷门 CP 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情感寄托，小部分观众的情绪也是情绪啊，众口难调，不能每个人都谈吧。小鱼追雨凤航，追沈离行止以来，一直都很清楚地知道演员和角色之间的区别，而且林更新和赵丽颖都是我很喜欢的演员，但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当长久的朋友，毕竟早就有歌词告诉过我们了，朋友比情人更死心塌地啊。6. 观众情感投射，童话世界与现实的分界线。原本我难以理解那些对林更新绯闻情绪激愤的观众，然而深入观察他们的言论之后，也逐渐体会和理解到了他们的感受。雨凤航的仙侠世界为他们心里构筑了一个童话世界，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更愿意在童话里待着。其实也能理解，毕竟看电视剧就是为了让自己轻松和快乐。清醒看待演员与角色，如同成年人区分现实与童话，而混淆两者的观众，就像是沉醉于童话世界的孩童。这种分界线并非刻板或冷酷，而是提醒我们保持一份理智与情感的平衡。给待在童话世界的观众一点时间吧，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，需要童话来抚平和慰藉他们的心灵。时间会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